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肖战自227事件后陷入困境，杨紫挺身相救，娱乐圈真情弥足珍贵。2020年的那场风暴让肖战几乎失去一切，网络攻击持续近1年，工作停了。圈内很多人装作没看见，真正留下来的人并不多。杨紫选择了留下，两人当时正在合作一部剧，剧组里的气氛一度很压抑，公开场合几乎成了审视台。就在那种人人回避的氛围下，杨紫在舞台和后台做了件简单的事，她用力地为搭档打气。她的声音不大，却清晰。他的动作不是排练的桥段，而像朋友间自然的牵挂。他几次回头确认对方状态，他在上台后又在退场时迟疑，眼神里有放不下的关切。镜头可能漏了很多细节，但人心没漏。这份支持不需要浮夸的宣言，比起商业利益的算计，更像是一杯热茶。在寒风里，这种温度格外真实。娱乐圈里，表面的礼貌常常比真情来得多，能在别人被孤立时站出来的人少得可怜。杨紫那几次回头被不少人看作暖心瞬间，有人说这是演技，可若把镜头关掉，那几秒钟的回望很难用演戏2字解释清楚。可以把这件事看作一个行业缩影，明星与粉丝的关系更像一场复杂的生态链。粉圈过激，平台舆论放大，艺人的声誉一夜被撕扯。近年来，平台开始加强治理，过激行为被限制，公关、法律、平台3方联动已成趋势。可这些制度性的修补，救不了被孤立时那一刻的无助。真正能抚慰人的，是旁边那只不离不弃的手。说句大胆的话，人人都择优而骄，才是娱乐圈的常态。雪中送炭，稀缺的令人动容。人与人之间的善意，有时候比资源更值钱。这不是美化什么，也不是刻意拔高，只是现实证明，支持可能会付出代价。杨紫的选择是一种风险，她没有因为怕麻烦而避开，她更看重的是人品超过利益的价值。这一点对年轻艺人来说尤为重要。回到舞台那个夜晚，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同事间的互助，也可以把它当作朋友间的真诚。无论哪种解读，都能从中看到一点希望。娱乐圈虽然光鲜，但背后的人心同样冷暖交织。如今，公众对明星的期待不再只看作品，更多时候，大家想看到的是诚意，是责任，是在风口浪尖时的不离不弃。结尾我想说，这类瞬间值得被记录，因为它提醒我们，人与人之间最不昂贵的行为，常常最救命。有与它有关的新闻，都带着刺。网上的攻击声不绝于耳，从作品到私生活，从粉丝到本人，仿佛一夜之间，所有的光芒都被剥夺，剩下的只是无尽的指责与误解。那段时间，肖战几乎失去了所有正在进行的工作，品牌纷纷撤代言，合作剧暂停宣传，原本炙手可热的顶流演员，瞬间变成人人避之不及的话题中心。网络舆论持续了1整年，压得人喘不过气。很多人选择沉默，更多的人选择远离。娱乐圈就是这样一个现实的地方，风往哪边吹，立场就会微妙的转向。谁都不愿意被卷入风波，尤其是在公众意见极端的年代。可就在这个最灰暗的时刻，有一个人选择了留下。那个人是杨紫，一场风暴中的逆行者。当时两人正在合作一部剧，剧组里的气氛一度压抑到极点，没有人敢多说一句话，所有人都在避嫌。镜头前，他们依然维持着职业的笑容；镜头外，
空气却凝重的能听到呼吸。肖战的神情明显比从前更沉静，他少说话，不笑，只是默默拍戏。杨紫看在眼里，心里不是滋味。他知道，对一个演员来说，最可怕的不是被骂，而是被孤立。在一次公开活动上，现场的气氛同样紧张，有人在台下窃窃私语，记者的镜头捕捉着每一个细节，仿佛只等着谁出一点差错就能制造新话题。就在那时，杨紫做了一个很普通的动作，她在上台前轻轻地拍了拍肖战的肩膀，说了一句：“别怕，我们一起上。”她的声音不大，却足够坚定。舞台灯亮起，他回头看了他一眼，那一眼里没有怜悯，只有信任。那是一种在风暴中给人的力量，像是在说：“你不是一个人。”那一晚，他几次回头确认对方的状态。他在上台后仍不时瞥向他，眼神温柔而笃定。镜头可能漏掉了很多瞬间，但人心没漏。那份支持不需要言语，也不需要刻意的表。那一夜，灯光炽烈，人声鼎沸，舞台的聚焦点本该是掌声与荣誉，可在肖战与杨紫的身上，却多了一层复杂的意味。那一年，剑的余波尚未散去，舆论的风口像一场没有终点的暴风雪，把一个年轻演员推向了孤岛。所有的目光都带着刺，所有的话语都裹着冷意，连空气里都弥漫着一种小心翼翼的审视。肖战沉默地站在舞台一侧，表情平静，却能从眼底看出掩不住的疲惫。他不再像从前那样爱笑，也不再多言。杨紫站在他身边，感受到了那份隐忍与压抑。他没有刻意去安慰，只是在上台前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用平常的语气说：“别怕，我们一起上。”那一瞬间，肖战抬头对上他坚定的目光，似乎所有的声音都远去了。那不是戏，也不是排练，而是一种真诚的力量。后来，他们一起走上舞台，灯光照在他们身上。杨紫几次回头看他，确认他状态是否平稳。那几秒的动作简单到几乎不起眼，却被无数观众记在心里。有人说那是同事情谊，有人说那是演员的默契，但更多人看到的是人性里最珍贵的部分——善意。娱乐圈从不缺故事，却很少有真情。风平如浪，谁都可能被吞没。大多数人选择袖手旁观，因为那是安全的选择。杨紫没有，她没有在镜头前刻意表态，也没有发表任何支持的言论，只是用行动告诉所有人，面对被孤立的人，她选择并肩。她的举动在当时几乎无人提起，直到后来被细心的粉丝剪成视频，放大那几次回头的瞬间，人们才重新意识到那段被掩盖在喧嚣下的温情。那几秒钟的眼神交流，比无数言语都更有分量。有人说，这就是杨紫，她一向真诚，待人坦荡，不会因为风向改变就转身。她知道肖战经历的一切，也知道在那样的时刻，一句“我在”比任何解释都更重要。其实，对于肖战而言，那段时间最可怕的并不是流量的骤减，而是被整个行业冷处理。合作品牌纷纷撤出，剧集暂停宣传，许多原本称兄道弟的人开始避而不见。那是一种被世界遗忘的孤独。而杨紫的存在，就像夜色里的一盏灯，微弱却足以指路。人们常说，娱乐圈最稀缺的是真心。这里有太多的利益关系，太多的精致算计。可也正因为如此，雪中送炭才更显珍贵。杨紫没有做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只是在最平凡的时刻，伸出了那只手。时间过去几年，肖战重新站起来，用作品证明自己，从余生请多指教到骄阳伴我，一步步找回了信任与掌声。而在这些付出的路上，杨紫始终是那个曾经陪他走过低谷的人。
他们之间或许没有过多言语，却有一种难以言喻的默契。那是一种懂得的友情，一种在风雨中建立的信任。如今，当我们再回头看那一年，会发现真正让人感动的，不是某个作品的爆红，也不是粉丝数据的狂涨，而是那份在风暴里依然选择善意的勇气。杨紫的那句"我们一起上"，或许只是顺口的一句话，却成了一个人走出阴霾的起点。这世上最动人的温柔，从来不是喧哗的宣言，而是在人最需要的时候，那个轻轻的陪伴。